赫连信是安王的三儿子，他表面上游手好闲，逗鸟玩乐，实际上城府颇深，暗中蛰伏。而他之所以这样做，其实是为了躲过其他公子的猜忌。赫连信这个人野心并不大，而他之所以暗中积蓄力量，为日后袭爵做准备，是因为安王顾念着和先王妃的情谊，立了先王妃的儿子二公子为世子。可是二公子不仅没有才华，还骄奢跋扈，若是曲良以后交到他的手里，恐怕离灭亡就不远了。为了曲良的发展和国家的安定，赫连信不得不谋划着废掉世子，然后取而代之。可是安王深爱着先王妃，而先王妃当年又是为了生世子而死，所以安王顾及着和先王妃的情谊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是绝对不会废掉世子的。而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人来取代先王妃在安王心中的地位，所以长相酷似先王妃的洛青莲就成为了首要的人选。赫连信本打算安排洛青莲成为安王的侍女，可是因为四夫人的从中作梗，洛青莲并没有成功入选。一计不成，又生一计，赫连信相信，只要洛青莲在他的府上，那么安王就会偏向他们，所以他用计娶了洛青莲为妾室。果不其然，从不被安王重视的赫连信，竟然被安王封为了将军，也因此，其他公子识破了他的伪装，于是开始了正面的较量。赫连信初见洛青莲时，就觉得这个女孩聪明。随着相处的加深，他不仅看到了她的智慧格局，更是看到了她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背弃原则，所以两个人渐渐地喜欢上了彼此。在洛青莲的帮助下，赫连信最终成功地继位成新一任王爷。不过随着他们处于权力的顶峰，宅斗也是愈发的剧烈。赫连信虽然贵为王爷了，但是却被几个女人耍得团团转，与洛青莲也越走越远，结局让人痛心。吕北义不仅武功高强，还精通医术，和洛青莲从小一起长大，互相喜欢着彼此。可是洛青莲却要被迫参加选秀，吕北义在几次营救她未果后，被王爷将全家贬为了贱籍。看着被自己拖累的家人，以及自己再也实现不了的抱负，吕北义陷入了深深的绝望。这个时候，赫连信表示，只要他帮助自己成功袭爵，那么自己就有能力免去他的贱籍。就这样，吕北义开始辅佐赫连信。赫连修是安王的四儿子，是除了世子外最有可能袭爵的人。正是因为他袭爵的可能性最大，所以他的夫人才会选择嫁给他。他深爱着自己的夫人，愿意为自己的夫人穿针引线，平平淡淡的过一辈。但是他的夫人爱的是权力，所以争权夺利只是为了完成夫人的心愿，并非他的本意。最终袭爵失败的他，为了自己的夫人惨死，结局可以说让人痛心。